欢迎回到壁话太多。今晚我们要重新打开那段被无数影视剧演绎过、被各种传说神话过的赤壁之战，但我们不会重复那些你早就听腻了的版本。我们要讲的是一场从头到尾被误读的战役，不是火烧战船，不是羽扇纶巾，是一场暗流涌动的信息博弈。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坐标和此刻时间。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赤壁表面看是一场小国对抗大国的奇迹之战，一个典型的以弱胜强。但如果你稍微往里面深挖，会发现这根本不是意外胜利，更像是一次精准操盘的情报反杀。说到底，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战船上的火，而是每一条被放出的消息，每一句被恰好听到的话，每一次刚好及时的决定。曹操的100万大军真的来势汹汹吗？还是说，从他踏入江南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踏进了别人设计好的信息迷宫？这一仗开局看似简单，北方大军南下，一路横推，无人能挡。但问题是，曹操从一开始就不是带着必胜信心来的。他北方的军队不善水战，士兵大多是陆战出身，强行南下靠的是一枪堵进。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这不是他擅长的地形。这种心理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弱点。而此时的江东，孙权年轻，但并不鲁莽。他坐镇建业，表面上听着曹操发来的招降信，实际上却在用最细致的方式观察每一个细节。比如，曹操到底带了多少兵？天气如何？水军状态如何？能不能打？该怎么打？他知道，赤壁不是简单的正面硬碰硬，而是一场你信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的心理战。而曹操这一边的局面也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他是被一路裹挟南下的。他的北方战局刚刚结束，兵疲马乏，战马多数不适应南方潮湿，士兵更是第一次见这种江面上的战斗方式。但他不敢停，他背后有无数目光看着，朝中派系盯着，地方势力虎视眈眈。只有一场漂亮的胜利，才能把这场南征画上句号。这时候就必须制造一个看起来非常强的假象。于是数字夸张了，宣传上头了，100万大军南下的消息满天飞，对内稳定军心，对外震慑敌军。这不是军事行为，是舆论操作。但问题也来了，一旦你开始夸张，就得持续下去，因为你没法回头。你说你有100万，那就得摆出100万的气势，船就得多连一些，鼓声就得多敲一些，造声势的戏就得演得足够大。江东看到这种情况，当然不怕，反而笑了，因为你越声势浩大，就说明你越心虚。于是他们开始放风。曹操的军队水土不服，北兵晕船，士气不稳，其实也就几十万人。再悄悄搞点小动作，制造点假消息放出去。比如，刘备已经准备投降了，东吴内部已经在争权了，每一条都精准打击曹操的心理防线。这些消息会被谁听到？蒋干，这个名字你一定熟，他是个文人，讲的比做的多，动嘴比动刀快。他跑去见周瑜，装作是来劝降的，其实是来打探的。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其实都被东吴看在眼里。于是周瑜给他演了一出苦情戏，演得痛哭流涕，肝肠寸断，然后让他偷回去几封假书信，信里写得很露骨，什么蔡瑁、张允准备投降啦，军心不稳啦，都是东吴编出来的。
但聪明的是，这些假情报的细节写得非常真，不是那种看一眼就知道是假的东西，而是让你越看越真实的那种程度。这就像现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参消息，看起来模棱两可，但越模糊越让人信。结果呢，曹操看完之后，直接把蔡瑁、张允杀了，自己人都没了，军心更乱了。这就是信息战的威力。回头来看，赤壁的胜负其实早就不是火攻的事，火只是个结果展示，真正致命的是心里的动摇，是那个是不是有人背叛我的疑问，是那个我是不是中了埋伏的不安。当这种情绪在曹操心中生根发芽，他就已经输了。东吴和刘备靠的从来不是人多兵强，而是一个看似松散实则紧密的配合。有人制造情报，有人散播情绪，有人演戏骗眼，有人稳住联盟。就像下围棋，看起来只是站了几步，但当你回过神来，整盘棋已经没法翻了。而曹操终究是个陆战天才，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不聪明，而是因为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遇上了一群玩信息、玩心理、玩细节的高手。所以赤壁不是火烧战船的胜利，而是一场精准操盘的信息战，是一次用你自己的思维模式打败你的战略典范。历史永远记住火攻的壮观，但真正该记住的是那场看不见的情报风暴。如果说赤壁是一次情报战，那谁才是这场博弈的真正操盘者？表面上大家都看得见，是周瑜在前线调兵遣将，诸葛亮在背后智商全开，曹操则是一人挑一片天。但站在结果看过程，有些人喊得再响，其实只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而那位真正没有露面的操盘者，不是在赤壁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而是坐在最远最安静的位置，冷静地看着局势推进。是谁？我们等等揭晓。先从明面上的几个主角说起。曹操是所有人眼里的 BOSS 级人物，统一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兵多将广，属于压场面的人物。赤壁之前，他战无不胜，威震华夏。但是兵圣孙子早说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曹操太急了，他在中原打仗讲究快、狠、准，到了江南，他还想一套打法通吃，结果呢，一脚踩进别人设好的局。他从不是愚蠢的反派，他只是太信自己的经验，太低估别人对他经验的研究。周瑜呢，历史上把他写得很文艺，俊朗风流，潇洒指挥，打仗不忘抚琴。但真相是，周瑜能在这场战役中主导方向，不是因为他帅，是因为他能狠得下心。东吴的军事体系不是像曹操那种高度集权，而是一群各自有兵有地盘的家族势力，能把这些人协调一致，靠的不是权威，是策略。而周瑜能在其中站稳，绝不是靠笑容和口才，他和鲁肃、张昭、程普这些老臣之间有默契，有博弈，也有默默达成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周瑜的狠不只体现在打仗上，他知道这一战打的不是战斗力，是可控度，所以他愿意配合演戏，愿意打黄盖，愿意在蒋干面前装出悲壮求胜的样子。他明白，敌人最怕的不是你强，而是你看起来弱，但其实藏了刀，而且要让对方主动来接这把刀。再来看刘备，这时候的刘备表面上是寄人篱下，跟孙权联盟其实身份尴尬，但越是这样，越是能隐藏锋芒。他带的人不多，兵力也少，但带着一个能制造舆论的诸葛亮，一个打仗不要命的赵云，
一个随时可以炸毛的张飞，稳稳地把自己摆成忠义代表，谁都不敢小看他。赤壁这盘棋上，他虽然是借兵打仗，但却在心理战中立住了身份。他不是棋子，是被棋子服务的人设。问题是，谁在背后推着所有人动？谁把这一盘极度复杂的联盟、假情报、操控心理、分化敌军全部织进一个局？有一种声音，你可能很少听到，鲁肃。没错，就是那个平时看起来像个和事佬，性格温吞，说话客气的东吴老好人。我们都记得诸葛亮舌战群儒，记得周瑜火烧战船，但往前一步，那个站在刘备面前说服孙权同意联合抗曹的，正是鲁肃。他不是掺和一下，而是提前看透了整个大局。他最清楚，赤壁不能光靠兵打，要靠局势。他早早就开始布局，让东吴高层一步步接受必须联合的现实，让刘备知道你只有靠东吴的局限，也让周瑜明白你必须先把刘备放进来，才能稳住曹操。看似每个决策都是顺势而为，其实早就在他逻辑里预设完毕。更狠的是，他懂得推人出头，自己隐身的妙。火攻、苦肉、诈降、联盟，台上主角换了又换，但整个戏剧走向没有脱轨。这种能力不是靠高声量喊出来的，而是靠一个个判断，一场场博弈在桌底下做出的。鲁肃就是那种你以为他在打酱油，结果他才是拿剧本的人。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诸葛亮的存在，他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更像一个补刀手和平衡器。刘备阵营太弱，需要一个智囊来提神，也需要有人让孙权阵营看到，我们虽然弱，但我们有脑子。诸葛亮在谈判时表现得风度翩翩，逻辑缜密，看起来是在为刘备争取最大利益，实际上是稳住孙权那颗别被拖下水的心。谈判的目标不是拿到好条件，而是让对方安心的跟你站一起。诸葛亮做到了。所以你看，赤壁不是曹操 vs 周瑜，而是多方势力同时下棋的立体战局。每个人都有动机，都有算盘，但要让这场戏顺利演下去，就必须有人默默平衡力量，推动节奏，稳住结构。真正的大人物可能不是舞台中央那个最亮的，而是那个坐在灯光背后，把舞台灯开关掌握在手里的人。这场战役精彩的地方不是火烧连船，不是羽扇纶巾，而是你以为的每一个巧合，其实都藏着设计。每一次情绪波动，每一次传言扩散，每一场会议协调，都是剧本的一部分。台上的人在演，台下的人在布。真正的胜负从来不在那一刻的火光里，而在信息、动机、人心交织的看不见的战场。曹操为什么非打赤壁不可？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野心，也不是他太自信，而是3个字：被推着。从官渡打完袁绍之后，曹操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想着南下称霸，而是想休养生息，巩固北方，整理内政。但局势不允许他慢下来，他后面有人盯着，前面有人看着，每一个举动都牵一发动全身。他不是主动发起者，而是被局势逼成了必须动的人。我们得先理解那个时代的帝国节奏。中原打完了，北方统一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但这时候有一个问题迅速显现出来，地盘太大，资源要重新分配，利益集团开始躁动，谁得封地，谁升官，谁掌兵。每一个决定
都可能引起内部派系不满。最直接的压制方法就是制造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战争。南方三股势力看起来分散，其实背后连得很紧。刘表刚死，刘琮软弱，荆州出现权力真空。孙权在东南称雄，但年纪轻轻，位置不稳。刘备刚从长坂坡败退，但身边人才密集，随时可能东山再起。这个时候动手确实是窗口期，但问题是，曹操的准备真的够吗？他的兵从北方一路征战下来，表面是百战之师，实则疲惫不堪。粮草供应是大问题，补给线拉得过长，从许昌运粮到赤壁，一来一回时间太长，中途还要防备山贼水匪。更别说这支部队大多是北方陆军，对水战几乎是空白。就像让一个越野车司机突然上船打帆船赛，技术体系根本不兼容。曹操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在战前的判断是，敌人各自为政，难以协调。他想赌这一点，赌东吴不敢动，赌刘备不敢反，赌孙刘不能联盟。这不是战略决策，是心理博弈。他不是奔着打赢去的，是奔着压住去的。他要一口气打服所有反对者，然后用这场胜利换取正统认同。而这个认同不是别人要给他，是他自己要塑造出来的。他挟天子，重用文人，鞭史修典，一切动作都在为他未来接皇位铺路。但他又不能明说，因为一旦明说，就会引起朝中波动，地方割据反弹。所以他需要一场既能立威又不至于被质疑的战争，南征刚刚好。但投降不代表就真的稳定了。荆州虽入手，军队却并未完全控制，百姓不服，水军不驯，地方将领观望。曹操的军队表面上人数不少，但内部其实是拼盘式构成，有中原老兵，有新将部队，有地方杂牌军，看起来是100万，其实缺乏统一训练和指挥。再加上本身就对水战不熟，整支军队像是一锅夹生饭。而这时候他更不能退，如果突然撤军，那些原本站在他这边的人会立刻反水。敌人会说，看他也就这样。朝中会说，你看你搞的烂摊子。士兵会说，我们千里奔波是为了这个。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越往前走，退路越少，背后的声音越来越多。他不是在进攻，是在逃避承认失误。甚至他都清楚赤壁不能久战，他曾对部下说过，我军远来不能久留。这句话不是客气，是实话。但问题是他已经陷进去了，他必须快战快决，必须一仗定输赢。而对面的东吴和刘备反而越稳越有力，曹操越急，他们越慢。他越想一口吃掉对方，对方就越像在喂饵。曹操不是没想过退，但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退。他是挟天子的人，他退了就是失败的天命之人，这比丢一城一地严重多了。这是整个战略叙事的崩盘。所以他只能继续，只能强撑，只能对外散播信心，对内加码压力，然后赌一个天时，赌一场天气，赌一次火攻，不成也要打下来的气势。但这场仗偏偏从一开始就不适合他打。赤壁不是他擅长的平原正面对决，也不是他熟悉的骑兵突袭。这是一场靠耐心、靠布局、靠情报和人心的仗。他选错了战场，也选错了节奏。敌人是分散但能协同的，地形是陌生且不利的，天时是湿冷难熬的，地利是江面风急的。他不是来打仗的，是来赌博的。所以曹操不是非打不可，而是不得不打。每一个决定背后
不是战略上的野心，而是政治上的被动。他不是选择了战争，而是战争推着他往前走。他不是想赢赤壁，而是想维持不能输的幻象。但一旦你上了牌桌，就只能赌到底，而对面早就准备好让他输得体面又彻底。孙刘联盟的成功，很多人以为是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功劳，其实远不是那回事儿。联盟这事儿说得再漂亮，归根结底还是你得有筹码，人得信你，气氛得对。孙权为什么答应结盟？不是诸葛亮说服了他，而是整个江东在那一刻已经别无选择。但这份别无选择必须有人来点破，来下决定，来负责。这个人是谁？表面上是孙权，实际上是东吴整个权力结构强行扭出的一次集体决策。先说孙权，当时他年纪轻，刚继承父兄基业，朝堂上各派势力虎视眈眈，表面尊他，实际都在看他会不会搞砸。你要出兵打曹操，那你得说服老臣们；你要投降，那你得担下历史的罪名。这种时候，孙权的选择其实只有一个，让别人帮他选，但最后结果必须他自己扛，这就是政治。这时候鲁肃就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一路火速奔赴刘备阵营，见到诸葛亮，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我们来谈条件，而是你们能不能打，不是虚心请教，是直接敲桌子。诸葛亮当然明白东吴的真实担忧，他没有夸口，而是抛出了最现实的分析。曹操虽强，但水土不服，兵力分散，补给困难，而且刘备虽弱，但忠义形象深入人心，有号召力。换句话说，联合是唯一能打的牌。但这个判断还不够，还要配合整个江东的内部说服战。程普、张昭这些老成持重的大臣主张投降，他们不是怕打仗，是怕输了以后江东家底全毁。尤其是张昭，他早就习惯了和中原文官那一套，觉得曹操能用人、懂治国，不一定是坏事。对他来说，保全家族、保住江东利益，比什么独立性重要得多。可周瑜和鲁肃代表的是另一派，他们清楚，一旦投降，东吴就没了主动权，哪怕曹操给他们位置，封他们官，最终也只是别人架子下的富家奴。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在孙权面前摆明了厉害，打有一线生机，不打连生机都没了。关键时刻，鲁肃提议让诸葛亮亲自到江东来一场公开说服，这不是因为孙权需要听，而是因为朝臣需要看到，这就是仪式感战术。诸葛亮来了，摆出一副不是来求你，是来帮你的姿态。舌战群儒其实不是真在战，而是在配合演出。每一次回怼，每一句冷静反问，诸葛亮都没有多说，只是慢慢地把一个问题送到大家面前：曹操若真打来，你们能保证东吴家小无恙？这一问不是战略分析，是谁能担责的拷问，没人能拍胸脯。于是孙权拔剑斩断朝堂气氛，表态不打不行。就这样，联盟成了，但联盟成不代表就能稳定。孙刘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共同敌人上的，不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刘备此时的处境很尴尬，他没有地盘，没有兵源，只能借东吴兵马，但他又不能让自己显得太卑微，否则连谈判筹码都没有。诸葛亮这时的任务就是把刘备包装成天下有义之士，不是来乞讨，而是来合作。周瑜看得很清楚，他虽答应联手，但防备心一直都在。他怕刘备事后反客为主，怕荆州一旦夺下，刘备赖着不走。
所以他才建议让刘备驻扎偏远地区，不给他核心兵权。而诸葛亮早就识破了这一点，所以才设计出后续的借荆州计划，为刘备争取立足之地。整个联盟的建立其实是表面信任加底层博弈的结合。他们知道不能完全信对方，但也不能彻底怀疑。要想让联盟有效，就必须在各自有得的基础上达成平衡。刘备要有军权，东吴要保边界，诸葛亮要赢舆论，周瑜要稳主权。这种结构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是谁都不能亏。更厉害的是，这个联盟的达成不是靠一次会议，而是连续不断的信息铺垫、话术博弈、政治算计堆起来的。从鲁肃出使、诸葛亮拜会、孙权斩断犹豫、朝堂一致表态，到最后军令发出，每一步都卡着人心最脆弱的缝隙。而这些缝隙一旦被情报战利用，就成了巨大的反击力量。比如诸葛亮对东吴内部的观察，周瑜对刘备动向的防备，曹操那边对联盟是否牢靠的怀疑，都是信息战的延伸。每一方都在听风，每一个判断都在试探信号。最终这个联盟之所以能成，并非因为大家都热血沸腾想抵抗强敌，而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是唯一还能维持尊严和筹码的方式。如果不联合，东吴注定变附庸，刘备注定被吞并，天下将变成曹操一人说了算的局。这局谁都不愿看到。所以这不是英雄握手，是现实牵手。孙刘联盟是一次被各方现实推出来的产物，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情报分析、人心掌握、政治姿态，共同构建出一个不完美但必要的联合体。赤壁之战从这一刻才真正有了胜的可能。关于船为什么要连起来，这事儿被太多人误会了。史书上写的很简单，北方士兵晕船，曹操下令把战船用铁索连起来，稳固军心，听起来像个实用主义决定。但你仔细想想，一个连水战都不熟的人，会主动搞这种大规模绑船操作，真只是为了方便站稳吗？表面看是技术处理，实则是心理战的破绽。这招表面看合理，其实是一场被动自杀式的配合敌人战略。我们先从连船这件事的逻辑说起。北方兵水性差是真的，这不是他们能力问题，是生活环境决定的。常年在中原旱地作战，打仗靠马，根本没机会练水上战术。现在突然要上船，面对江面风浪，士兵心里本就打鼓，晕船一发生，士气肯定受影响。怎么办？把船连起来，让他们觉得像在陆地上，这样能缓解恐惧。但问题来了，你连起来的不是几艘小船，而是几百艘大型战舰。一旦风向突变，敌军突袭，就变成了一整块硬邦邦的靶子。没有灵活调动，没有逃生路线，连一艘船被点着，整片水面就是火海。这种操作对任何懂水战的人来说都是自废武功。更奇怪的是，曹操平时极其谨慎，怎么这时候突然这么粗暴？你以为他没想过风险？不，他想过，但他此刻的状态不是能不能打赢，而是现在不能让士兵崩。他在意的是眼下稳定，不是未来变化。这是一个典型的心理战中陷入的短期逻辑陷阱，只看当前症状，忘了长远后果。他不是做了个战术决策，而是做了个心理妥协。他怕士兵散了，所以先哄住再说。而这正中对方下怀。连船不是曹操主动要做的，而是被东吴和刘备联手逼出来的。东吴怎么逼的？很简单，
不断制造士兵晕船、北军不稳的情报。这些话不会直接说，而是通过投降的假降者、被放走的俘虏、被收买的商人，一点点放进曹操的军营。曹操看了这些情报，第一反应不会是这是假消息，而是这确实是个问题。心理战最狠的地方，不是让你被骗，而是让你用自己的判断自主落入陷阱。曹操亲自视察江面，一看到士兵吐得东倒西歪，走路打晃，当场下令连船。他不是被敌人打败，而是被自己的逻辑打败。而连船的真正后果并不在当下，而是在点火的那一刻。一艘船着火不可怕，可怕的是火蔓延的无法控制。你如果船是分开的，风再大也只是局部损失，但连起来之后，火可以在铁链、木板、风势之间狂奔，不用敌人动手，你自己就先烧没了。而曹操这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招背后的陷阱。东吴那边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他会连船？也许没有100%把握，但他们敢赌，因为人性是最可预测的战略基础。他们赌曹操会因为内部压力而求稳，赌他会在晕船问题上头痛医头，赌他宁愿先稳住队伍，也不敢面对撤军的后果。于是他们开始设计下一个配套动作，传播火攻适合江面的说法。这不是说我们要火攻，而是暗中放出一些冬天干燥、北风正盛、火攻效率高的信息，让曹操的人自己产生联想。心理战的高明之处在于，你不能告诉敌人你要干嘛，而是让他自己说服自己应该小心这个，然后再从这个方向射线。曹操怕火攻，但他没法防，因为你船已经绑死在一起，想拆已经来不及，想换阵型也没空间。更麻烦的是，他必须装作自己不怕，不然士兵更慌。这时候你就明白了，连船不是曹操的决策，是敌人情报操作的一部分。他做这个决定，看似是为了稳定军心，其实是被敌人一步步诱导进来的战术死胡同。他不是昏招，而是被动招。你不能责怪他当时不懂水战，只能说这场仗打到这一步，主动权早就不在他手上。所以连船本身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你是谁连的？你如果是水军老手，为了战术需要连船，那叫协调阵型；你如果是陆军怕晕船连船，那就叫自负手脚。而赤壁恰恰就是后一种，把自己五花大绑交给烽火雨势，再交给敌人点燃。我们再换个角度看，如果曹操没有连船，这仗就一定赢了吗？不一定，但他至少保有机动性，可以应对突发。他至少能把火攻变成火卫成功，不至于烧个精光。可惜他没有选择余地，他已经被绑上了舆论战的车，被拖进了情绪焦虑的泥沼，被自己的判断力人为制造了盲区。那一刻起，败局其实已经注定。连船是整场赤壁战役最具代表性的非军事决定，它不是战术的失败，是心理战的胜利，是信息控制下的典型诱导行为。它告诉我们，战争不只是比谁武器硬，还比谁能掌握对方的判断路径，让敌人自己走进自己设计的牢笼里。周瑜到底厉害在哪？很多人只看到他火烧赤壁的那一把火，但忽略了，在这把火点燃之前，他早已经把敌人、自己人，甚至是盟友刘备，全都带进了一张无法脱逃的网。这种厉害不在于谋略出奇，而在于把情报战、心理战、话语权、节奏感4个领域全压进一个人脑袋里，还能一边微笑着演戏，一边精准执行。这种人
才叫指挥官，不是帅气，是致命。周瑜的厉害，第一点，他是个冷面操盘手，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个情绪化的美男子，文艺浪漫，琴棋书画，轻轻松松带兵。但真实的周瑜是个彻头彻尾的控制型人物，他做任何事都要控制到极致，不是信命，是掌控。东吴军队能整合调度顺畅，靠的不是孙权的威望，而是周瑜的执行底线，谁不听话干掉。比如他对黄盖的苦肉计不是信任，而是测试。当黄盖提出挨打计划的时候，周瑜是有顾虑的，但他很快就同意，不是因为觉得这个计谋妙，而是他知道一件事，这场战役必须有人主动牺牲面子去给敌人送假信息。既然黄盖愿意扮演这个角色，那就给你送上门去打一顿。演戏要演真，就得真打，真流血，真痛苦，才能骗过曹操。但更关键的是，周瑜早就安排人围观这场戏，他不是只打黄盖，他是要让这场打变成情绪出口，给敌我双方都制造视觉信号。对外，让曹操的人以为东吴内乱，军心不稳；对内，让东吴兵将看到将帅不和的错觉，激起同仇敌忾；对盟友，让刘备看到东吴不堪一击，从而降低戒心。每一巴掌下去，不只打在黄盖身上，更打在信息场上。周瑜的第二个狠处是看透人性，他从头到尾都不信诸葛亮，不信刘备。别看他和诸葛亮表面上谈笑风生，心里早就给刘备贴上了随时反水的标签。所以他一边联合刘备对抗曹操，一边安排甘宁驻守江岸，一边让鲁肃私下跟刘备保持距离，嘴上是联盟，行动上是防范。他知道刘备眼下是朋友，但只要形势变了，就是对手。你看他的决策就明白了，他支持联刘却不全信，他愿意借兵却不肯借心。他答应让刘备驻军，却把人安排在偏远地段。他支持诸葛亮发言，却始终不给核心军务。他不是傲慢，而是谨慎。他清楚，一个人要稳住一场仗，不是看眼前的胜负，而是看未来的局。他一边打赤壁，一边已经在想荆州未来归谁。再比如，周瑜对于曹操的情报处理，他没有亲自去谈，也没让人深入敌营，而是采用了敌人自己说出来的战术。他让蒋干来盗书，让黄盖假投降，让各种各样的信息流主动进入曹操军营，让敌人自以为掌握了情报。真正的情报战高手从来不依赖间谍，而是让敌人拿到的情报都是你提前设计好的。蒋干拿走的蔡瑁、张允投降信是周瑜亲自安排人写的，里面的措辞、笔记、语气都设计得像真信一样，让曹操根本无从怀疑。这种情报伪造不是单纯造个假消息，而是制造一个你不愿去验证的假真相。曹操不敢去问蔡瑁是不是叛变，他一旦问了，就等于暴露了怀疑，他只能信。这个逻辑链条是周瑜一环环设计出来的。周瑜的第三个高明之处是他从不赌，他在整个赤壁战役中从未做过拼命决定，他做的每一个决定背后都有退路，都有备选，都有缓冲。比如黄盖投降计划，他安排了回撤路径；比如火攻时机，他分析了风向和天气，确保北风起再动手；比如连船诱敌，他不是拍脑袋决定，而是根据东吴海军的判断，提前准备了火油、火箭、信号旗等所有细节。这就是差距，别人赢一场仗靠运气，他赢靠计划；
别人火烧连船靠天赐风，他靠的是天气、风速、水流都对的时候再点火。你以为的天助，其实是他早就盯着天象在等那一刻。他不是运气好，而是根本不给运气机会。更夸张的是，他连舆论战也考虑到了。他知道曹操兵多名大，东吴必须打赢情绪优势，所以他提前安排将士在各地造谣。曹操不懂水战，北军士气低落，粮道不畅，甚至连曹操得了风寒的话都传得满天飞。这些不算军事行动，但在当时的信息真空中，就是一种战略打击。你看，周瑜真正的厉害，不在那一把火烧得有多高，而在于这把火之前的每一根木头、每一滴油、每一阵风、每一个谣言、每一场演戏，都是他提前算好的。他不是火攻高手，他是节奏设计师。打仗只是最后一段高潮戏，整部剧早在幕后铺好了伏笔。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全程冷静，不被英雄情节绑架。他不是为名为利而战，而是为稳局、为东吴利益、为绝对主控权而打。他可以用尽一切难看的手段，只要结果稳，他不在乎过程漂不漂亮。这种人不是电视剧里那种完美男主，是现实中真正能赢的人。周瑜的战术不靠惊天动地的瞬间，而靠一整套完整的逻辑闭环。他不是靠灵光一现赢下赤壁，而是靠每一条信息、每一个安排、每一次沉默，稳稳织出一张让对手无法脱逃的网。这才是赤壁真正的指挥官。黄盖那顿挨揍到底值不值？在今天的人看来，这就是一出戏，假投降嘛。打一顿演给曹操看，骗他相信自己要反水，然后趁机点火。简单粗暴，大家早就听烂了。但如果你把这场苦肉计当成纯表演，那就低估了他的残酷程度和战略深度。它不是演戏，是一次真正流血、真负伤、真扛压力，甚至有可能真死人的冒险操作。周瑜信黄盖，是因为黄盖敢拿命来赌；黄盖信周瑜，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巴掌不是羞辱，是信任。我们先说这事有多危险。假投降在情报战中是双刃剑，你一旦打假，要么骗过敌人，要么先被自己人误杀。黄盖挨打之后写信给曹操，表示自己因受辱不愿再为东吴效力，愿代传投降。信是送到了，但曹操信不信是另一回事。万一曹操不信呢？那黄盖真是白挨一顿，而且会被当成东吴内乱的突破口，直接被打回来。更要命的是，万一曹操信了之后，觉得这人太危险，假装接纳，再秘密干掉，那黄盖连命都搭进去了。所以黄盖这一招风险巨大，他必须确保几点：第一，曹操接信；第二，曹操愿意赌；第三，他在接应时能安全靠近；第四，整个过程没人走漏风声。这中间任何一步出差错，都会变成自杀式失败。而东吴呢，也必须确保一点，在别人眼里，黄盖这顿打是真打，不能打轻了，也不能眼痕太重。于是我们看到史书里那一幕，周瑜亲自责打黄盖，打得血流满面，连旁人都看不下去。但最震撼的是黄盖一声不吭，连哼都不哼。他不是不怕痛，而是知道如果自己稍微演砸了，全盘计划作废。士兵看不出真假，曹操那边可能也看不出真假，但他自己心里必须100%相信这件事能成，才能让所有人相信你是真的想反。
这种操作其实比真正上战场还要难。你在战场上只要拼命杀敌就行，但在这种局里，你要控制表情，控制语言，控制节奏，还得假装被迫的样子。甚至你要安排人无意中传播你的不满，让敌方知道你被打之后的不甘心，等于你要演给整个江面看，而且要演到敌人信，友军疑，百姓传，才能算成功。但更狠的是，黄盖知道自己不一定活着回来。真正的火攻之行是他带着船冲进曹操连建阵里。这不是轻轻点个火把，是全船装满易燃物，点燃之后只能冲不能回头。你想想那是怎样一个场面？你站在火船上，风大浪急，后面是自己人，箭弩齐发掩护，前面是敌人舰队密布，你必须在火焰升腾的一刻精准撞进敌军阵心，然后跳船逃生。而这时候你还有可能被误伤、落水，被敌兵围堵，随时可能交代在江面上。换句话说，黄盖不是演了一场苦肉计，而是执行了一次必死任务。他没有退路，也没有第二次机会。这不是智谋的展现，是一场用命压出的胜局。很多人喜欢把赤壁描绘成一场聪明人打败强敌的故事，但这件事提醒我们，所有的聪明人背后必须有人愿意用命去做脏活、送命活。没有黄盖的这场孤注一掷，就没有后面的火起三江。而这背后，周瑜的安排也极其周密。他没有把假投降当成一个单点战术，而是整个赤壁信息战链条中的一个核心钉子。他知道曹操正在焦虑、疑心重、士气不稳，任何一个来自敌方的投降信号都能被放大、相信、利用。所以他不需要太高明的骗术，只要骗得刚刚好，够合理，够痛苦，够真实。这就是高手的分寸感。你太像了，敌人反而怀疑；你太假了，敌人立刻拒绝。黄盖的打是必须打得狠一点，但不能把人真打死；信是必须写得情真意切，但不能太顺从；投降时间选得必须卡在曹操最想要胜利、最急于翻盘的那一刻。这种精度是兵法上学不到的，是靠多年实战经验磨出来的。还有一个隐藏细节更妙，黄盖并不是唯一一个假降者。在他投降之前，东吴安排了多个渠道释放东吴军心不稳的信号，包括几个小兵主动游过去投曹，说周瑜骄横，军队不服。这些信号本身没价值，但累积起来就是一种氛围，东吴快撑不住了。而黄盖这一信就是压倒曹操最后一根理智的稻草。曹操也不是傻子，他收到黄盖信之后内心挣扎过，但正因为东吴之前已经释放了足够多他们快崩了的气氛，他才愿意信。敌人在你最想信的时候给你想听的东西，那你就会选择相信，不是被骗，而是自我催眠。黄盖这一击是心理战的巅峰一招。火攻之后，黄盖真的被烧伤，还差点死在水里。他是被友军小船捞回来的，全身多处烧伤，昏迷数日。这不是英雄传记的修饰，而是实打实的代价。他挨那顿打是为了眼真，冲那把火是为了战争。他不是剧情需要，而是赤壁之战的真正执行核。没有黄盖，就没有赤壁胜局。你可以说周瑜是导演，诸葛亮是编剧，鲁肃是制片，孙权是出品人，但黄盖就是那个顶着风浪，拿着火把，穿过黑夜的主演。他演的不是戏，是生死。真正的计谋从不是脑子够不够用，而是有没有人肯去扛那个最危险的位置，而黄盖就是那个肯扛也扛得住的人。蒋干盗书可能是赤壁最被过度神话的桥段之一，
几千年来，这段戏被讲了无数次，好像他一人不小心就让曹操自毁长城。但如果我们把情节滤镜拿掉，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他被周瑜骗，而更像是他主动配合周瑜演。甚至有一种可能，整个盗书事件从头到尾是一出双簧，不是周瑜单方面设局，而是蒋干知道自己会被利用，仍然配合完成一场信息投递。我们先捋一下流程。蒋干是个文人，曹操旧识，擅长言辞。曹操派他去东吴劝降周瑜，但明眼人都知道那不是谈判，是刺探。蒋干也明白，他去了就是送人情，打探虚实，不指望能说服周瑜真投降。可偏偏这个人既不低调，也不谨慎，一到东吴就摆出一副我代表中原来谈判的姿态，在周瑜营帐里大吃大喝，引经据典，指点江山，像极了一个自信过头的说客。而周瑜的反应也非常配合，他不怒不怼，反而跟蒋干喝酒谈诗，聊理想，谈人生，装得像个知音。最妙的是，他无意间把几封信放在案头，上书蔡瑁、张允，内容竟是二人密谋倒戈，署名落款语气文风全都做得滴水不漏，像是正主亲笔。蒋干喝得半醉，看到这几封信，眼珠一转，带回去了。到这为止，故事看起来没问题，但仔细一想，漏洞来了。第一，周瑜一个久经沙场的指挥官，会把这种高度机密的信件随意放桌上，还正好在蒋干眼皮底下，这不是小学生水平的错误吗？第二，蒋干一个说客，也没被搜身，没被拦查，就能把信带走，连江东军营都这么松懈。第三，蔡瑁、张允是曹操心腹，信上却写得像，二人毫无避讳地泄露机密，还配合落款，合不合逻辑？更重要的是，曹操一收到信，没核实，没问话，直接下令把两人处死。这种反应不是背信震惊，更像是本就有疑虑，这下借题发挥。而蒋干也从没因为拿错情报被责罚，反而若无其事地继续留在曹营。这一切都说明，这场盗书事件很可能是一次高度默契的信息运送行动。换句话说，蒋干没被周瑜骗，而是蒋干主动让自己被骗。周瑜负责制造内容，蒋干负责传递形式，双方各取所需。周瑜成功让曹操失去水军主帅，蒋干完成任务交差，还保住了面子。这种操作在现代情报学里叫共谋型情报植入。也有一种更残酷的可能，蒋干根本不知情，是被彻底玩了。但这也说明周瑜对人性的掌握已经高到极限。他知道蒋干自负，知道他想立功，知道他想做个舌战群儒的名士，所以他只需要给蒋干一个意外发现的机会。信件不是给曹操的，是给蒋干看的。蒋干一看，果然发现重大情报，屁颠屁颠带回去。这不是骗局，是人性投喂。而蒋干不傻，他回到曹营，嘴上说是无意中得到，心里肯定明白这种事情未必靠谱，但他赌的是曹操会信。因为蔡瑁、张允本就是荆州旧将，曹操一直提防，信一到，正中他内心最不安的那个点。再加上火攻传闻四起，黄盖假降，动作已铺，曹操情绪焦虑，于是顺势清除可能背叛的人。蒋干不需要说服曹操，只需要推动他下那个早就想下的决定。整个过程中，真正危险的不是那几封信，而是曹操对自己人已经失去信任，
他不敢问蔡瑁、张允是不是冤枉，因为一旦问，结果就尴尬。要是人家真冤，那你就成了疑心病发作；要是人家真叛变，你问了也没用。所以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直接干掉，免得夜长梦多。这不是情报战，这是人心崩溃的开始。所以这场盗书事件不是一场计谋，而是一场试探，一场心理战，一场借力打力的高级信息操控。蒋干要立功，周瑜要造势，曹操要清人，三方心思刚好交汇，戏就这样唱成了。而它带来的后果是决定性的，没有蔡瑁、张允，曹操的水军指挥体系彻底断裂。新调来的将领不熟地形，不懂协作，只能被动挨打。士兵看到主将被杀，信心全无。整个舰队失去协调和响应能力，变成一堆浮在江上的木头靶子。周瑜要的就是这效果。他知道火攻不是一把火就能解决，而是要先拔掉敌人的灭火器。蔡瑁、张允在，曹操还能组织反击。一旦他们没了，敌人变成无头苍蝇，点火才有用。蒋干带走的不只是几张纸，而是整个敌军的协调力。这不是间谍，是精准投放的战略病毒。最讽刺的是，蒋干后来并没有被历史写成罪人，反而因为这段经历被称作文士中的行动派。可真正了解这场戏的背后逻辑，就会发现他既不是被害者，也不是操盘手，而是一个被各方精确利用却浑然不觉的完美载体。这就是赤壁真正的高明。每一个你以为无意的巧合，其实都有脚本；每一个你以为成功的计谋，其实都靠人性做底。真正的厉害，不是把敌人打败，而是让敌人在以为自己赢了的时候，替你完成了最后一击。曹操是不是轻敌？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看他有没有小瞧敌人，而是他有没有在错误的时间相信了错误的东西。赤壁之战里，曹操并不是那个脑子发热、不做准备的莽夫，恰恰相反，他每一步都在算计，在分析，在调配。但问题就在这儿，他算的越多，反而越容易被假信号误导。他不是输给了敌人，而是输给了自己的判断机制，一个高度依赖情报，却在关键时刻混淆真假的体系。我们先讲个残酷的事实，赤壁前，曹操其实并不打算全力一搏。他清楚自己的兵不善水战，北人难视南方地形，士气不稳，补给线长。按他的计划，理应是南下试探，稳步推进，边战边谈。但他发现敌方反应太慢，于是误以为机会来了。尤其是黄盖投降、东吴内乱、刘备仓皇逃窜，这些接连不断的情报全都指向一个结论：对面快撑不住了。这时候他面临一个典型的战略陷阱，他不确定敌人真假，但他急需做出判断。他不能等，也不敢等，于是他选择相信自己想相信的。这不是轻敌，是战略自我催眠。曹操之所以做出火攻前那一系列准备，不是因为他忽略敌人，而是他太需要一个胜利来安抚内部，稳住局势，证明自己下江南是正确决策。而敌人呢，从一开始就在推他入套。黄盖的假降，蒋干的盗书，甚至刘备的荒逃，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节奏加压器。东吴没有直接打他，而是一点点撒糖，给你投降信，给你投敌人，给你机会看见敌营混乱，这糖撒的不多不少，正好让你想要赢了。曹操也不是没怀疑过，他接到黄盖书信后，
曾让手下判断真伪。有人提醒他，这可能是诈降，但曹操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黄盖是老将，怎会受辱，必有不满。这句话的本质是心理战已经起效，他不再从理性分析，而是从敌人的人设出发来判断对方行为。这种推理方式一旦偏离事实，只会越走越偏。再比如刘备那边，曹操看见刘备仓皇逃跑，以为他已经溃不成军，不再构成威胁。实际上，刘备正在稳步撤离，把部队带向更有利的地形，同时通过溃逃营造弱势假象，让曹操放下警惕。这种假输的策略让曹操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个重新整队、蓄势待发的刘备阵营。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曹操一边在求快，一边在盲选。他的内心并不是我能打赢，而是我不能输。这种心态导致他越来越依赖那些能提供有力结论的情报。你给他说东吴不堪一击，他立刻采信；你给他说刘备逃跑了，他立刻兴奋。他不是信情报本身，而是信那个让自己安心的结果。再说连传决策，很多人以为他是大意了，实际上是焦虑使他必须制造稳定。士兵晕船，将领烦躁，他没法用长期训练解决，只能快速止痛，那就是连传。他知道风险，但不能不这么干。就像一个人病急乱投医，明知要有副作用，也得先吃下去，稳住局面。你说他轻敌，不如说他被稳定军心绑架。再看他对火攻的防范，历史记载里，曹操确实考虑过敌人可能火攻，但他判断当夜无风，所以不可能成功。这判断本身没错，问题是他的整个舰队结构已经把不能被火攻当成前提，缺乏任何替代应对措施。也就是说，他不是不知道有火攻的可能，而是他没有如果被火攻成功了怎么办的 Plan B。 他不是没预料，而是没准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太相信理性推演，而不信人性设计。东吴不是靠科学算计赢他，而是靠精细的人心操控，一点点瓦解他的判断力。他习惯了靠数据、靠逻辑、靠官僚体系来指挥战争，但赤壁是一次高度非系统性的挑战。一群人不按套路出牌，信息真假难辨，敌人比你更了解你。他的体系一旦被干扰，就会陷入假消息加焦虑判断的回路。更吊诡的是，曹操是整个三国时代最善于用人、信任情报的人。他手下有大量谋士、文臣、将领，体系庞大，反应机制成熟。但在赤壁这一仗，这些优势变成了劣势。情报太多，信息过载，声音复杂，导致他只能听想听的，滤掉该听的。不是轻敌，而是被信息淹没。所以曹操之败，不是战术失误，而是信错了情报，误判了人心，迷失了判断。在别人都在演戏，在设计，在构建他想看到的世界时，他真的信了。不是他不聪明，而是他太聪明，聪明到自己给自己套了一张逻辑之网，却忘了战争不只讲逻辑，讲的是人心。赤壁不是聪明人打败愚蠢人，而是更懂人心的群体，打败了太相信理性的单一思维。曹操输得不冤，因为他是最好的对手，最难骗的人，一旦被骗，就输得最彻底。刘备的撤退真的是落荒而逃，这场逃跑可能是整个赤壁战局中最有戏剧性的动作。表面看，他带着残兵败将从长坂坡一路往南退，给人一种走投无路、临时抱团的可怜姿态。
但如果你回头看整场布局，就会发现刘备这一走不是逃，是让。他主动退出正面战场，把敌人视线、盟友戒心、群众舆论三大火力统统让开，然后悄悄在后方完成一场借机崛起。我们先说他到底逃了什么。从战略地位来看，荆州在曹操南下之前是刘表的地盘，刘备当时是寄人篱下，没有实权。刘表死后，刘琮直接投降，把整个荆州献给曹操。刘备这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愿意跟他走的人跑，不是因为他怕打仗，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手里没资源、没补给、没据点，打就是死。他选择退，是为了让剩下的人变成自己人。这就是刘备的聪明，他不跟着资源跑，他跟着人心跑。一路撤退，他安抚百姓，保护村落，让士兵走在百姓后面。他打的不是仗，是好人卡。长坂坡那一战，赵云7进7出，爆出阿斗，全世界都记住了刘备有情有义，部下忠心，百姓愿跟。这场逃出一个形象，也逃出一个未来的合法性。而东吴看到这一幕是什么感觉？一个没有地盘、战败退逃的人，突然获得民心，开始主动与东吴谈联盟。诸葛亮代表刘备前来谈条件，但说的不卑不亢。这时候孙权阵营心里就犯嘀咕了，他到底是真弱还是装的？这人是不是在以退为进？是不是想用悲情换同情，然后趁机渗透？周瑜尤其敏感，他一边答应结盟，一边防着刘备。他建议让刘备暂时驻扎在边缘地带，说是便于配合，实则是远离核心。连兵都不给他调太多，就怕他突然抢攻。周瑜不是怕刘备实力，而是怕刘备情绪战术。这人不靠强，他靠让人觉得他该赢。而刘备这一边从没有表现出要抢戏的意思，他非常配合东吴节奏，不争不抢不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现在还不够强硬，只能靠被需要活下去。他的任务不是当英雄，是当不能丢的队友。他让东吴放心，同时让百姓看见他没贪心。等火攻一成，东吴赢了，他也就赢了。然后就是最妙的一环，赤壁一战后，东吴军队继续北进，刘备呢悄悄拿下南郡，扎根荆州西南角。孙权开始还以为刘备只是帮忙占一下地，回头会还，但刘备装作我也是为联盟打仗，没想那么多，在那一带安营扎寨，开始修筑防御，发展地盘，招募百姓。东吴反应过来时，刘备已经成了荆州实际掌控者，还顺势把江陵、公安也接管了。这就是刘备撤退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避战，而是为了避嫌。他把最危险的正面交锋让给东吴，自己躲在侧翼做支援者，既避免了伤亡，又降低了东吴对他的防备。他没有抢前线，也没争战果，但最后落地最多的却是他。而这其中最关键的一招是把失败演成策略。如果刘备在荆州不退，就会被当作曹操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如果他强撑，会被当成不识时务的失败者。可他一退，反而获得了空间、信任和筹码。他用一场撤退完成了从无根之人到联盟伙伴，再到地区实际掌权者的3段跳。你越觉得他没威胁，他就越能在夹缝中壮大。刘备在赤壁这一役没有指挥战斗，却完成了最关键的政治布局。他没有军队主力，却获得了最重要的据点。他没有主动进攻，却在战争后成为最大的赢家之一。这就是刘备真正的强大。他不是那种赢一次战就赢一场仗的人，
而是那种能在每一次被动中找到主导权，把局势从活着就算赢变成慢慢长出根的人。别看他一路退，但他退的有节奏，有策略，有目标，每一退都是一步落子，每一步都在逼近未来的胜利。赤壁这一仗，在曹操眼里是被火烧了舰队，在东吴眼里是守住了江东安全，但在刘备眼里是一次建国前的原始积累，他什么都没抢，却什么都得到了。这不是偷，是借势；这不是机会主义，是策略、理性。他懂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贪不抢，只要耐心等。而这份耐心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他不是要一口吃成胖子，他要的是一步步吃稳。这才是后来三国鼎立格局里他能成为一级的真正原因。不是武力，不是智谋，而是战略节奏感。刘备撤退不是退，是收，是藏，是养。真正的高手从来不是站在舞台中央，而是悄悄在侧幕后布景调光。观众看见的只是最后一幕大火冲天，却不知道谁在背后点起了火。火攻一直被当作赤壁之战的终极一击，但真相远比这把火复杂。火能烧掉战船，却烧不掉战局；能烧乱敌军，却烧不动人心。赤壁真正的胜负点不在火光升腾的那一夜，而在那之前的1个月，甚至更早。决定曹操败走的不是火，而是信。他信了错的人，信了假消息，信了自己以为的胜券在握。火只是最后的收割工具，真正的武器是信息。我们从时间线重新梳理一下。火攻是在战斗最高潮的一刻突然发动，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庞大的火船，这么密集的易燃物，这么复杂的靠近敌舰的操作，哪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功亏一篑。所以火攻绝不可能是临时起意，更不可能是偶然成功。这一切必须早早准备，而准备的前提是让敌人完全没防备。可问题是曹操不傻，他坐拥100万大军，哪怕虚报了点儿，又有船阵、防线、预警系统，他会不知道火攻可能是对方最现实的打法吗？史书里也写了，他早已担心这事，还研究了风向，做了部署。那为什么还中招？因为他信了一整套对火攻无忧的假象。他信黄盖是真的反，信风是向北吹的，信敌方还在犹豫，信自己已经立于不败。你看，这不是战术判断，这是心理缓解。曹操当时的状态不是在分析，而是在安慰自己。他不允许自己怀疑黄盖，否则前期的情报链就全崩了。他不敢想象敌方火攻成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只能信，信到最后只剩一条路，火攻不成立。再说黄盖这边，很多人把火攻理解为苦肉计的后续，但其实苦肉只是入场券，火攻的关键在于何时启动，如何靠近，敌人怎么看，整个操作必须悄无声息完成。火船从下游悄悄改造，船底铺设易燃木板，中部装满火油、草树、硫磺。黄盖表面说是带船投降，实际上在筹备定点引爆。更精妙的是时机控制，周瑜、黄盖早就分析了气象，等的就是那一晚起北风。而这风不是常态风，是突变风，1年中极少出现。他们提前计算过，甚至准备好了风不来就不动的备选方案。这种等风的战术需要的是极强的节奏控制力。你一旦提前发动，风向不对，火船会被吹回来，自己烧自己。一旦晚了，
对方可能早已察觉转移。所以这场火烧的不是运气，是情报和时机的叠加精准。而最难的不是火，而是靠近。曹操连船是为了士兵不晕船，但也间接造成舰队无法掉头的尴尬。一旦火船靠近，没有快速解链的手段，也没有疏散路径。你以为他们会拦截？问题是，黄盖那几艘火船是打着投降的旗号靠近的，曹军根本不敢轻举妄动。万一真是来投降的，你一箭射过去，军心大乱。等他们发现船头起火，已经太晚了。这才是整场战局的杀招，不是烧，而是靠近。你让敌人误以为自己还有机会，你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你让敌人选择等待，然后你动手。这才是信息战真正的精髓，让敌人心里先交出武器，等你开火的时候，他早已不胜防备。曹操看到火船时，据说一度惊呼中计，但其实那一刻他早就没有选项。火起，链断，船乱，风住，全线崩溃。你能说这完全是火攻的威力吗？不，是因为火攻前的信任打包销售已经完成。他不是败在火，而是败在我信他不会烧我。这场火攻真正击溃的是判断链，敌人没让你措手不及，而是让你太以为自己万无一失。而这串错误判断的开始，是从接受蒋干带回的蔡瑁、张允谋反书信开始的，从黄盖、贾降的信开始的，从刘备的撤退开始的。每一个信号看似独立，其实都在暗示一个方向：东吴撑不住了，你快收割吧。火只是最后的反馈，真正的战场早在纸上、口头、表情和逻辑中就已经分出了胜负。火不是胜利的起点，而是胜利的结果，是一场细密信息战的最终视觉化表达。这也是赤壁带给后人最大的思考：战争不是靠武器赢的，是靠信息的解读赢的。你能解读对方的意图，你就能先动；你能设计对方的判断，你就能后发制人。周瑜、诸葛亮、黄盖这一连串布局，不是偶然碰上风，而是早就把风、人、话、信、火全部绑在一个节奏上，只等那一刻落锤。而曹操这个历来最善分析、最不轻信的人，恰恰在这一仗中被太多真实的信息绕晕。他不是信错了，而是信得太顺了。没有矛盾，没有不协调的信号，正说明有问题。一个陷阱最恐怖的地方，不是它藏得多深，而是它长得太对。所以火攻只是表象，信息才是子弹。赤壁不是烧出来的胜利，而是一步步信出来的溃败。庞统的连环计一直是赤壁之战中的经典桥段。他被包装成一个顶级智者，神秘出场，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开口就是把船都连起来。然后曹操真信了，火攻大成，东吴大胜。故事听起来非常爽，像是智者用一句话决定战局。但如果你冷静下来想一想，这整件事存在很多疑点。庞统真有这么大本事？他真的是周瑜派来的卧底？还是说这个角色被后人神化了？又或者连环计根本不止一个人，也不止一环，而是一个集体完成的信息战包装工程？我们先把连环计这事从头拆开讲。庞统当时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荆州刘表属下做事，后来到了刘备阵营，又被诸葛亮推荐给东吴。这么一位身份游离、背景模糊的人，
突然潜入曹营，并献上一个让敌人自己打败自己的神迹，确实有点太传奇了。更有趣的是，曹操居然还听了，并马上照做，这听起来就像是把敌人卧底说啥你就干啥作为核心战术，可能吗？问题来了，曹操是谁？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人如兵旗，打遍北方不败的大 boss。他什么样的计谋没见过？你一个东吴背景模糊的小官说连船能稳军心，他就连了，不觉得太容易了吗？所以很多历史学者甚至怀疑，所谓的庞统连环计极有可能是后人添加的戏剧化情节。庞统的确有智慧，但这件事未必是他干的，或者说他的作用被过度放大了。更有一种可能是庞统确实去了曹营，但他真正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当面忽悠，而是隐形加固。连船这事儿不是庞统提出的，而是曹操自己已经在考虑的。他见兵士晕船，将士不安，正纠结要不要下这个决定。庞统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验证。他没提出新观点，而是我也觉得应该连。在心理学上，这叫认知确认。你本来在犹豫，有人支持你，你就更容易下决心。庞统的厉害，不是他带来了什么新思路，而是他知道什么话能说，在什么时机说，说给谁听最有效。他不是连环计的发明者，而是这个决策链条上的关键推进者。他不需要洗脑曹操，他只需要在曹操想连而犹豫时轻轻推一把，剩下的让对方自己脑补。他不是主谋，而是点火人。这种策略才是赤壁信息战的本质，不制造假象，而是强化你本来就在想的真相。周瑜、诸葛亮、黄盖、蒋干、庞统这一系列角色，不是靠智商碾压，而是靠你自己走进自己相信的故事里。每个人都没有撒谎，但每个人说的都不全是真的。而敌人听进去的是他们愿意相信的那个版本。再回到庞统的处境，他能混入曹营，本身就说明一点：曹操此时的信息系统已经松动。换句话说，他太渴望有解决方案，太渴望有人来告诉他怎么控制住局势。而庞统就是那个在正确时间出现，说出你想听的话的人。甚至庞统都不一定真的进了曹操核心圈子，他可能只是在外围说了几句被人转述，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变成某高人也说连船可稳。而曹操听说了，就当作是一种第三方专业背书。这种信源包装就是舆论战中常用的技巧，不是直接告诉你真相，而是制造多个信任来源，让你自己得出那个结论。赤壁这场仗不是靠哪一个人的超级操作赢下来的，而是靠一整个团队对敌人心理、信息、需求、行动偏好做出的系统性打击。所谓连环计，从来不是一个环，而是一套连招。先放风说敌方不稳，再用假降制造破口，再用苦肉制造戏剧感，再让蒋干送信切断指挥，再让自己人建议连传。每一步都像正常操作，合在一起才是致命陷阱。庞统的角色正是这个连招里的一环，他既不是全局策划者，也不是主角操盘手，而是恰到好处地插入到敌人心理动摇的那个节奏点上。你可以说他只是补刀，但这个补刀恰恰是把整个局推向失控的最后一指。而从另一角度说，庞统的功劳之所以被放大，很可能是为了历史叙事的需要。在三国这个充满英雄色彩的故事体系里，每一场重要战役都需要一个智谋象征。官渡之战有荀彧，夷陵之战有陆逊，赤壁之战如果只有周瑜，
好像缺点神秘智者的味道。于是庞统的存在就被历史叙事放大，成为那一环让敌人自毁的象征。但你细想就会明白，真正让曹操败北的是整个情报战系统，是一连串看似合理实则可控的信息组合，是每一个角色各司其职的推进，而不是某个人一句话就能扳倒100万大军。庞统是其中之一，不是全部。这才是赤壁真正的高级之处，它不是一场靠单点爆发的运气之战，而是一场靠系统配合的结构性胜利。火不是偶然，风不是偶然，连船不是偶然，庞统的建议也不是偶然。每一步看似独立，实则都在悄悄合围，最后在曹操自己手上按下启动键。所以连环计真正的含义不是一个人出了很多招，而是你已经在招里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在下招。庞统只是你以为抓住的绳子，实际上那根绳正引你跳进火里。曹操的败退，史书上写的轻描淡写，中火攻，大败，走华容道。火船冲来，风从北起，烈焰席卷整个连舰阵。曹军舰队因为连在一起，无法分散逃脱，火油、硫磺混合点燃，火焰像墙一样推进。曹操眼看局势失控，急令撤退。但这时候问题来了，撤往哪儿？兵分几路？谁断后？补给怎么处理？战船能不能靠岸？统统没人能给他答案。因为主将蔡瑁、张允早在盗书事件中被杀，水军已经群龙无首，临时指挥的副将根本不懂江面调度，一听撤退，只能各自带人抢船上岸，结果不是淹死就是迷路。陆地部队没接应，岸边没准备舟车，大量士兵被困在火海边，来不及救援。更尴尬的是，曹操本来准备的退路根本不是为了全面撤军用的，他原以为最多小败一下就能收手，哪想到连夜大溃。所以仓促中能走的走，不能走的弃。所谓100万大军，瞬间就像热水泼过蚂蚁窝，慌不择路。曹操本人也险些命丧火中，据说那夜他穿上平民服，卷起衣袖，亲自带队逃命。他没有仪仗，没有坐骑，甚至连护卫都凑不全。更糟的是，他从未设想过如果失败这件事，所以根本没有备用指挥链条，也没有危机恢复计划。东吴一烧，他整个人被烧断了后方和节奏。紧接着是陆路溃逃阶段，曹军陆路撤退路线分为几条，一部分走南岸，一部分往西，主力则准备北撤过华容道。但华容道是条山道，本身就狭窄崎岖，战马难行，再加上当时正值连日大雨，道路泥泞，许多战车陷入烂泥，无法动弹，士兵只能弃车步行，大量装备被丢弃在途中，粮草补给线彻底断裂。而这时候，刘备的部队突然出现，他并没有全面追击，而是采取尾随骚扰战术，不断派小股部队在侧翼袭扰，制造恐慌，逼迫曹军不得不分兵应对。每一场小冲突都不重，但不断消耗士气，打乱撤退节奏。周瑜那边也没有急于追击，因为他知道此时最大杀伤并不是追着打，而是让你逃得极度难看，这才是心理战的终极目标。你没死，但你回去之后没人再信你，没人再跟你，连你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而曹操最清楚这点，他逃出战火时，第一反应不是调兵复仇，而是立刻封锁消息。他命人封住道路，控制沿线城镇传播火攻惨败的消息，命令文官先回许昌维稳朝堂，亲自安抚将士，沿途口头承诺赏赐、复职、抚恤，
他知道，如果败相一旦流传，后方就会乱，地方诸侯趁虚而入。这时候，他的心理状态非常脆弱，他不是担心士兵死了，而是担心曹操无敌的人设塌了。他在北方多年苦心经营的不可战胜的形象，差点在一夜之间被火烧干净。一个将军输一仗没什么，但一个天命之主败得这么狼狈，后果是政治上的坍塌。他后来写给朝廷的奏折中，极力淡化这次失败，说由于水土不服，暂时收兵，还强调敌方损失也大，我军保留主力。通篇没有提火攻，没有写烧船，没有讲自己差点没命。他不是写实，是写剧本。他要控制历史的走向，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战败不是兵败，是信任结构瓦解。而曹操也确实聪明，逃回去之后，迅速恢复政令，稳定地方，封官许诺，大力打击敢谈赤壁的传言，继续编写魏武帝纪，高调安抚军心。可即便如此，那条败退的伤痕已经藏不住。盟军士气大涨，南方百姓重新审视三国格局，荆州各地蠢蠢欲动。刘备趁机收拢南郡，孙权迅速占领北岸要地。曹操成了那场戏里唯一全线后退的人。而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赤壁这一败不是战力不如人，而是系统性溃散。将领疑虑，士兵疲惫，情报混乱，部署混乱，预案缺失，决策迟疑。这些问题，赤壁只是集中爆发而已，之前一路顺风时，他们都被掩盖了。赤壁之后，真正的收割开始了，火已经熄，兵已溃退，曹操狼狈北还，看似战局告一段落。但如果你以为这仗打完就皆大欢喜，周瑜高歌归来，刘备回家盖房，那就太天真了。真正的政治较量从这一刻才正式登场。胜利的不是谁打得最猛，而是谁收得最稳。而在这场后赤壁的政治再分配中，最大的赢家不是周瑜，也不是孙权，而是刘备。我们从战后资源说起。赤壁之后，荆州大片空地，无人管理，原属刘表的地盘被曹操一烧一退，瞬间成了真空。这个地方不是随便的南方一隅，而是战略中轴，东接江东，西控川蜀，北通中原，南接岭南。谁拿下荆州，谁就掌握整个南方调度的主动权。周瑜当然知道荆州重要，他第一时间提出乘胜北上，想一鼓作气打下南郡，再拿下江陵，用东吴水军控制整个长江中游。但刘备这边也不是吃素的，他虽然名义上是盟军，但早在赤壁开打前，诸葛亮就已经为这块地做了铺垫。借东风是假，借荆州是真。于是赤壁一结束，刘备就迅速带兵协助攻打南郡。他嘴上说是支援，实际已经在悄悄抢占位置。赵云、关羽、张飞三路并进，每一路都不是打主力，而是专挑那些曹军撤退后的空地扎根。他们打得很有分寸，不抢东吴的战果，不越雷池一步，但却精准地把每个据点都提前卡住。更狠的是，他们打完不走，驻军不撤，还开始安抚百姓，修建城防，设立税关。东吴一回头，发现南郡虽然挂的是曹魏旧牌，但里头已经是刘备体系。这时候周瑜着急了，派人交涉。诸葛亮回一句：我们只是暂代看守，等你们收尾，我们自然交还。但时间一长，驻军成习惯，地盘成事实，谁还能让你交还？孙权不是没反应，他试图从政治上压刘备，先后派人送信请刘备归还荆州。
刘备一边派诸葛亮出面虚心解释，一边自己去征伐西南未定之地，表示不是我不交，是我现在也忙。拖着拖着，孙权也明白了，这地是拿不回来了。这时候，刘备干了一件更狠的事，娶了孙权的妹妹，历史上称为孙刘联姻。听起来像加强盟友关系，其实就是在入驻荆州这件事上争取一个法律层面的模糊空间。他变成半个江东女婿，再继续驻扎荆州，就显得有情有义。你总不能赶女婿回娘家吧？这一招软刀子捅心窝，比硬抢还难防。与此同时，刘备还通过诸葛亮秘密运作西川。他派人联络益州内部派系，放出刘备有意入川协助抗曹的话术，不是直接出兵，是先动摇人心。等到荆州稳了，益州内部不稳了，再来一场应邀入驻，又是一块地到手。反观周瑜，虽然打了胜仗，但伤兵累累，回到江东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嘉奖。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内部斗争仍然存在，张昭等人依旧在孙权耳边劝和，不主张继续北伐。这时候的周瑜很尴尬，战果被分，地盘被占，内部还不团结。他一边忙着修复军力，一边还要防着刘备趁机扩张，焦头烂额。更悲情的是，周瑜后期确实打算继续北伐，想通过再下一城来稳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但这一动，刘备就顺势增加驻军，说是配合，实则进一步卡位。周瑜气得病重，据《三国志》记载，他死于36岁，死前留下既生瑜，何生亮的叹息。这不是嫉妒，是他真的发现自己打下的江山被别人收走了。孙权也逐渐意识到问题，但这时候已经晚了。他如果强行跟刘备翻脸，不仅可能逼走诸葛亮这个话术高地，还会被百姓骂忘恩负义。他不是没想过出兵强取荆州，但每次动手前都被诸葛亮一个联署抗魏的口号打回来。舆论站在刘备这边，他只能忍。赤壁战后，荆州变成了刘备手里的一块跳板。通过这块地，他既可以接四川、联东吴、抗曹操，还能不断招兵买马，发展经济，设立政令，培养地方官员。这不是借地，是以战换权。而这场权力重组几乎没有硝烟，全靠话术、时间和节奏拿下。你回头看，整场赤壁战争，曹操输的是战局，周瑜赢的是一仗，而刘备赢的是格局。他没打正面，却落地最稳；他没当主角，却结局最香。这才是刘备的厉害，他知道什么能抢，什么不能急。他用同盟维持存在，用亲情稳住关系，用弱者姿态拖住谈判，然后在战后最混乱的空隙里，一块块把政治利益悄悄收进自己碗里。赤壁之后，三国格局终于成型，不是因为打完了，而是因为每个势力都开始站稳了。而这个稳，不是靠枪，而是靠脑、靠口、靠时间，靠谁能在最后那一刻还能继续拿捏节奏。刘备就是那个节奏最稳的人。打完赤壁，三分天下的戏台正式搭好，主角各就各位。但当尘埃落定，我们不禁要问，这一仗真正的赢家到底是谁？是恢复披荆的周瑜，是借风东来的诸葛亮，是躲在火光之后的刘备，还是那个虽然败退但依旧坐拥中原的曹操？表面上每个人都赢了一点，也都输了一些。我们先看周瑜，他是赤壁真正的指挥官，战场布局、火攻执行、节奏推进，几乎一手操办。但他赢得太干净，反而成了联盟中最尴尬的人。他的胜利没有转换成绝对控制权，反倒引发了东吴内部的警惕。
他希望通过胜仗巩固权力，却被现实拉回。江东不是他的江东，孙权才是决策者。而孙权并不打算把战略主导权交给一个太能打的将领，结果就是周瑜赢了战，却输了权，最后带着一身怒气离世，连战后总结会都没赶上。再看曹操，表面是最大输家，烧船、溃逃、失荆州，体面没了，兵也没了，但他不是就此一蹶不振。他迅速整顿许昌朝堂，稳定中原局势，还在之后几年中屡次南征，依旧是不可忽视的中原霸主。他输的是一次战役，他没输的是制度、地盘和根基。这就是曹操的强大。你可以打败他，但你无法一战撼动他。他不是靠一场仗立足的，是靠一整套政治、经济、军队体系站住的。而诸葛亮呢，作为刘备的军师，他几乎全程没有出现在前线，但他靠一次舌战、几场布局、一次清河东吴的演出，直接把刘备送进了荆州的核心圈。他是赤壁信息战中的关键角色，却永远站在舞台边缘。你很难说他赢了战争，但他赢得了未来的节奏控制权。他开始一步步替刘备画出从荆州到西川，再到汉中，再到定都、成都的路线。赤壁只是序章，他已经在筹备后面整部剧。而真正让赤壁之后局势改变质感的是刘备。他没有在战场正面亮相，却用一种近乎慢热型扩张的方式，悄悄把一块块战略资源落入自己口袋。他不急着称王，不急着表态，不争地盘却不放手，不抢功劳却不退出。赤壁之后，他拿下荆州、入川、建国，三步不乱，节奏清晰。他不是冲上前的英雄，而是在后方看清走势，等风来的人。所以赤壁的胜利是谁的？如果你只看战果，是周瑜；只看战略空间，是刘备；只看体系存续，是曹操；只看未来布局，是诸葛亮。可如果你再往上跳一层看，就会发现赢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种能力，掌控信息加人心加节奏的能力。谁能在混乱中识别真假？谁能在联盟中保持独立？谁能在危局中稳住步伐？谁就是真正的赢家。赤壁这场仗打出的不是武力，而是逻辑，赢的不是勇猛，而是掌控力。从蒋干到书，黄盖苦肉，庞统连环，到火攻起风，曹操误判，刘备借地，每一步都不是偶然，而是结构性的必然。这仗的关键不在一刹那的爆发，而在每一步之前的布局，每一次选择背后的逻辑。赤壁真正留下的不是一片焦土，而是一整套以心制胜的战斗范式。而这种范式才是三国之后几十年纷争反复的开端。从此之后，没有谁能靠武力一统天下。每一个阶段的胜利者都是那种能判断人心、掌握节奏的人。这也是赤壁真正的遗产，告诉所有后来者，聪明不够，强大不够，要赢得让别人看不穿你的谋划，还愿意配合你演完这场戏。这场戏还在继续，战场已远，谋局犹在。赤壁不是一个结尾，而是那个让所有人开始真正较劲的起点。